Hello， 这里是爱探店的玉圆。最近我有看到评论说，玉圆好久没有拍蔚来的新车了。那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关注度和热度都极高的新车——蔚来全新 ES8。大家都知道我是最喜欢测2、3排空间的博主了。那咱们今天呢，就重点去体验蔚来 ES8的2排和3排的乘坐空间以及舒适性的配置。那话不多说，咱们一起上车。我们先从进门方式开始讲起。你看，它前后4个门都是带这个电吸门的。好，看一下这个开口。还不错啊，进门的高度呢，刚刚测量出来是1.18米，就是1.2米的小朋友啊，就是你看自由进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现在我们上车去看一看。这次我最期待体验到的功能就是它的2排，因为它这一次是作为同级车型来说呢，是唯一搭载3个零重力座椅的，就是副驾、后排这2个，一共3个都是准零重力座椅，而且操作按键直接就在扶手上面一键就可以开启零重力，而且老板位置的这个零重力比这2个位置多出的就是对它这里是有一个脚踏的。好，现在是在展开的过程当中。而且据说这一次它是可以3个零重力座椅同时展开使用的。那之前呢，开着6座或者7座的奶爸们一般都是被容易忽略的角色。那现在一人一个零重力座椅，一起躺着舒舒服服的看电影，是不是特别香？我们再来看看2排还有的一些配置。首先是座椅的情况它这一块它在老板位置的这个扶手呢是固定扶手，不过它是有一键抬起或者说放下的放倒的这种按键的，然后这个位置的这个扶手就是手动的了，而且它这个扶手做的是相当的厚实的，就是我搭着还是很舒服，而且它是有2段的这个调节的。再来说它前方的这个小桌板，它是在副驾后面是配了1个的，还有它这一次这块屏幕，那之前很多车可能就是这块的操作屏是可以取下来的，但是这个不能取下来。然后它现在可以操作的一些，比如说像是座椅音乐呀，然后还有就是它有几种的这种氛围模式是可以来进行调的。它的一个冰箱呢是压缩机的冰箱，可以支持零下2度到50度的一个温度调节。这次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它有一个贴功能，你看我刚按下之后呢，这中间的这2个座椅就会往里靠。比如说你在后排坐了宝宝的话，你给他擦一擦小脸或者说给他喂点食物就会更加方便一些它这里有一个星号按键，是只有在老板位置才有的，它这个按键是可以来进行自定义的。我刚刚就进行了，按下之后呢，2个座椅往外靠，前排的座椅能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坐姿。当然了，你还可以来进行其他的一些功能，在中控屏当中去设置。它这一次还有一个隐私空间是怎么用的？带大家看一眼你看我们把车窗升上来之后，其实它在2排和3排都有加手动的遮阳帘的。然后你看在这里这一排的这个按键都是干什么用的？那前3个就不用给大家介绍了吧，它都是座椅的加热、通风和按摩的。然后第2排这个，好，我现在看点亮了1档，它的车窗呢会进行变化，就是颜色会变得更深，然后可能这个反应的时间有个几分钟。我现在按到2档。好，等过几分钟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车窗就会变成全黑，看到没有？现在已经在慢慢的变黑了，就这个反应的时间可能大家要稍微等一会儿然后第1个按键，看是一键隐私，就我开启之后呢，它所有的车窗，包括说上方的遮阳帘以及屏幕全都熄屏，让你进入一个完全的沉浸式的隐私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隐私空间，哇，我感觉睡觉的话应该会特别的香吧。现在前排是我的驾驶坐姿，我们保持2排座椅膝部2拳。好，2拳，让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第3排的空间。有一个小细节一定要提醒朋友们，就是它这个扶手是手动的，然后这个不能硬掰，它这里有好，所以它这里就留出了一个还不错的空间可以供你比较自然的走进第3排。这个3排乘坐空间就不用去给大家量了吧，我觉得还是非常宽敞的，而且这是难得的在第3排没有坐小板凳的感觉。那我们直接来给大家测量一下，看看这个数据怎么样。3排靠背量出来这个长度达到了50厘米，坐垫的长度呢是有48厘米。好，那接下来就第一视角看看3排坐2位成年人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
现在呢，3排是坐了2位成年人啊，我身高180的摄影师，你看我们2个也是完全不会肩碰肩的。我觉得独立的2个小座椅完全是没有小板凳的感觉，个人觉得乘坐舒适性还是蛮不错的。我们再来看它3排有的一些配置啊，3排这2个座椅是带座椅加热的3档的，然后它的3排座椅是可以进行前后，包括说靠背的一个调节的，带大家看一眼啊。你看，最大是可以躺到100多度的，我觉得这个躺姿还是非常舒服的啊，而且头顶呢是不会顶头的。但是你要考虑到，如果说3排想要坐的非常舒适的情况下，后备箱基本上是塞不下什么东西了。但是啊，3排我刚刚体验有一个细节，后续大家用车要特别小心。你看，在后备箱它是有2、3排的这种独立的调节的按键的。如果说3排坐了人啊，大家看一下，我不小心误触了3排的折叠键的话。你看，它是没有这个识别到人在座位的情况下啊，对了。所以3排坐小孩的话，当然一定要特别小心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备箱的一个空间啊，就是3排立起的容积呢是达到了500多升的，而且它这里有个盖板，你看下方的这个下沉空间也还蛮不错的。如果说想要在后备箱形成床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蔚来 ES8 怎么样实现啊？你看把3排座现在放倒了，它下方这个盖板是可以提起来的，然后塞到上面的这一层当中，后备箱与3排就形成了一个纯面了，你可以铺一张床，但是啊，这个长度大家可能就得考虑一下，成人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蔚来 ES8 前面还有一个前备箱，可以看一下啊，24寸的箱子可以放下2个，这个容积还是相当不错了。但这一块啊做的有点跟它的小弟 L90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静态感受完蔚来全新 ES8，来一下总结吧。就是可以发现啊，它在这几个方面是很有优势的。首先就是空间上，就是你把它的尺寸单拉出来看一下，车长5.2米，轴距3.1米，然后内部的这个得房率也是蛮高的。3排的话呢，坐2位成年人不会有小板凳的感觉。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换电的体系，对吧？那大家都知道3分钟嘛，就和加油一样，是非常快的了。如果你要说和同级车型现在有的布局的话，可能就在智能化方面稍微欠缺了那么一点点。蔚来 ES8 呢，预售价也是已经出了。那你们觉得啊，相比同级友商车型来说的话，这辆车的优势大不大呢？评论区告诉我。